关于割包皮，我们好像听过很多说法，像是割了比较卫生啦，不割小弟弟会长不大啦等等。究竟男生真的需要从小就割包皮吗？不想割可以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割包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支 short 手，说一个女友坚持要男友割包皮，不割就分手的真实故事。所谓的包皮呢，它其实是男性性器官上面的一块皮肤，平常呢会把小弟弟前端的龟头整个包覆起来。而每个男生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包皮，而包皮的功能也是为了要保护龟头。但既然这块皮肤是要保护小弟弟哦，那为什么会有要不要割掉的问题呢？今天的影片我们会带大家先从人类割包皮的历史开始，聊聊世界各国对于割包皮的习俗与想法，再看看现代医学的观点，一起来讨论。所以男生到底需不需要割包皮？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讯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挫折、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另外，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没有刻板的印象，热销超过2万本，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刚刚说到，包皮是与生俱来的，具有保护龟头的作用，所以包皮包裹住龟头本来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但男生到了青春期以后，包皮就不一定会再完全的盖住龟头，可以轻易的往后翻，露出里面的龟头。那这边之所以说不一定是因为每个人的发育状况都不太一样，像有些人可能包皮长得比较长，龟头就无法显露出来，而这种情况呢，就叫做包茎。如果包茎情况严重，甚至包皮跟龟头部分的粘着不能够轻易的翻开，这样子要清洗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进而衍生出卫生的问题。严重的话，尿道可能还会被细菌感染，导致发炎。此外很多人还会有另外一层的担忧呢，就是严重的包茎有可能会让鸡鸡发育不良，或导致勃起障碍，甚至影响生育功能。因此，很多的家长呢，就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考虑送他们到医院执行割包皮手术。那这个割包皮手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叫做包皮环切术，其实是人类历史上面存在最久的手术之一。但以前的人们要割包皮的原因跟现代也不太一样。古代男性的割礼、包皮环切仪式，或者是割包皮，是一种文化或者宗教上面的仪式。目前我们能够找到最久远之前的证据呢，出现在西元前23世纪的古埃及壁画跟木乃伊上面。那除了古埃及之外呢，亚洲的南海啊、苏门答腊呢、中南美洲的这个印加、阿兹特克、玛雅文明也都有割包皮仪式。直到今天有不少的犹太人跟穆斯林，甚至一些东南非的部落，都还是会因为宗教和文化的因素实行男性的割礼。根据旧约中的叙述，亚伯拉罕没有子嗣，也过了生育的年龄，妻子萨拉呢也没有生育能力。后来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下盟约，让他能够有无数的后代，但家里的男性都必须进行割礼。结果萨拉真的怀孕了。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割礼象征着他们生命的存续，以及跟上帝之间的盟约。在新生的男婴出生后的第8天，就会由被称作为穆罕的这个宗教人士来帮男婴执行割礼，而这在后来呢，甚至成为了犹太人身份上面的象征。而对于穆斯林来说，由于记录穆罕默德这个言行的赫蒂斯经典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割礼，所以割礼一直被认为是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从7世纪初开始，随着伊斯兰的传播以及犹太人的活动，割礼也在西亚、南欧跟北非广泛的流传开来。不过以现代来说，各国的男性有割包皮的比例差距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以2022年统计来看，沙特阿拉伯、伊朗、也门等地区的比例高达 99%， 而美国也有着 80% 的高比率。相对而言台湾只有 8.3%， 而日本则是 9%， 中国 14%。在欧洲国家的部分呢，数字普遍也都不高，像德国就只有 6.7%， 丹麦 5.3%。对于比较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来说，很多人割包皮是蛮正常的现象。其他像是东亚或是欧洲比较没有相关传统文化的地方，割包礼的比例比较低好像就还蛮合理的。那为什么美国的比例会特别高呢？
刚刚说到，古代人们割包皮的理由呢，多半围绕在宗教的信仰或者是文化风俗。而至于我们现代觉得割包皮比较卫生之类的观点，是后来才比较有在医学讨论当中出现的。比如20世纪初的美国病学家呢，就曾经怀疑过犹太人活得比较久，传染病感染率比较低，是因为他们有割包皮。而在美国医学发展的初期，人类的麻醉技术也持续的进步，这让很多手术的成功率都提升很多。所以医生们呢，都开始建议割包皮应该成为男婴的常规手术之一。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这样子可以预防包茎，而且割过包皮的阴茎呢，也更加的卫生，更可以防止小男孩过度手淫。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割包皮的这个阴茎就渐渐的成为了一种健全跟良好教养的标志。而在这样子的社会文化当中，有割过包皮手术的美国父亲们，也就自然而然的觉得应该要为孩子们割包皮。好的，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可以发现各国男性要不要割包皮的理由多半都脱离不了历史因素。那如果我们从最新的医学观点来看，割包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做的呢？刚刚说到，现代人认为需要割包皮的理由主要有2个，一个是卫生方面的考量，比如说割了之后可以减少感染，甚至是预防性病、艾滋病；而另外一个呢是跟性功能比较有关，例如包茎呢会害鸡鸡发育不良啊，出现勃起障碍，甚至影响生育功能。那在卫生的部分呢，根据在非洲进行的随机试验哦，割包皮确实可以让男性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降低1半以上。不过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当地感染艾滋的人口本来很高，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很少人感染艾滋的国家，透过割包皮来预防艾滋的效果就会变得很不明显。比起割包皮戴保险套预防性病的效果其实还更可靠。那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扩大到艾滋以外的卫生来看，目前大部分的医师都认为割包皮确实有助于清洁、减少感染，但因为包皮还是有保护龟头的功能，所以目前台湾的医学界呢普遍建议除了特殊状况之外，不需要特别割包皮。那究竟什么情况之下医生会建议去割呢？第一种状况是幼儿或者是青春期时呢，包皮就经常发炎；而第二个状况是这个包茎真的太严重，会造成排尿的困难，比如尿流的细小啊，只能够滴滴答答，又或者是直接影响到性功能跟性生活。比如说包皮的开口太小无法拉开，或是拉下后容易卡住，导致龟头胀痛啊、勃起困难，或者是呢这个性行为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拉扯而出现疼痛，甚至是出现撕裂伤。在这些情况之下，割包皮可能是必要的选择。但如果没有包茎问题包皮可以正常的推下清洗，不会卡住，也不容易发炎，其实并不会因为不割包皮就影响到生育功能。那顺带一提，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包茎可能会导致鸡鸡发育不良，不过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研究可以证实。大部分医师呢还是认为，只要没有对卫生、健康或性功能造成影响，其实不割也还 OK。那当然，每个人状况可能都很不同最终还是得回到个案判断。所以如果自己担心，还是建议求助专业，直接去找医生。而且现在呢，还能够找医师商量这个割包皮的长度，不一定要全部割掉，完全可以依照需求来客制化处理。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期所有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就是这种很有可能又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又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影片一开始有说到有情侣为了割包皮吵架的故事，代表割包皮这件事情有时候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议题。我们觉得这个状况还蛮正常的，但到底要不要割，也未必是绝对要或绝对不要。撇除特殊状况以外呢，更重要的通常是双方有没有办法解决彼此的疑虑。如果有困扰，还是建议先一起征询医生的意见。那如果决定不割，那男方平常就要多多的注意卫生跟清洁，而双方性行为的时候也要戴保险套。那如果医生觉得其实不用动手术，但另外一边执意要割，那我们觉得他应该要先跟医师呢确认各种保养或者是医学资讯，减少当事人的担忧或者是压力。好的，那看完了这一集呢，想来问大家，除了宗教或卫生考量之外，你觉得男性应该要割包皮吗？割啊，反正割了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还能够方便清洁。不用光是想到就觉得好痛能不割就不割。自己没有什么意见给另外一半决定就好。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割包皮的相关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地方看大鸡鸡以及巨乳崇拜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